好，整个这个2.0当中的这个许可证这块的这些原理啊，怎么规划，怎么做的这个加解密工作，用了哪些工具，我自己写了些什么东西，然后这就给大家都讲完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在新版的 3.0 当中的用 WebAssembly 实现的这个加解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我在 3.0 里边的这个利用 WebAssembly 来写的这个许可证的这个实现。因为这个目前 3.0 还在用嘛，所以我没法就说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展示给大家看，但是其实原理是差不多的。比如说这个许可证这个配置参数，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还记得啊，就是说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 2.0 当中的这个simple parameter 还有 complex parameter 这两个配置参数它实际上都是手写的一些代码，手写的一些 JSON 串，最后加密了一下，然后同时它还有一个验证有一个 VE 的一个验证，就是 MD5 值的一个验证。像 3.0 当中的话，我就把整个这个要配置的东西我都写成表单了，用表单的方式去生成，这样的话就方便很多。比如说我自适应模式我只是写了这样的功能啊，但是我实际上我授权的时候，目前授权的全部都是选中的，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自适应组件的模式，我就都点选了，因为我可以做到这个事无巨细的这种控制嘛。然后调试参数就是比如说我部署之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的这个高级版里边，当你调这个调试的时候的话，它是不让调的然后可以在设定一个参数，然后输入这个参数的话，就可以进入这个调试界面。开发的时候没有限制啊，就打包部署之后的话，比如说有这个调试的需求的话，就可以去输入这个参数，然后解除这个调试限制。然后系统版本的一个指定，还有浮动框联系方式的话，可以指定一堆这个不同的联系方式，比如说我们加个 QQ。然后控制面板，我们前面那些 complex parameter 里边其实也是有这个控制面板的这个项目的，就是我们可以去，比如说我们某个项目不需要多语言，那我们就把 language 这一项给去掉。然后排除也一样，我现在就这都是演示嘛，实际上我生成的许可证当中还没有这个就是排除过的组件。然后还有原始语言、可选语言。然后我们整个配置项就是根据这边的这个配置项，我们可以点生成配置，然后就生成的是这么一个。那我们在它需要那个 key， 这个 key 呢是我在 WebAssembly 里边设置的一个 MD5 值，也就是说我输入这个字符串最终转换成这个 MD5 值的话，它必须匹配上，否则的话就整个这个界面。整个这个工具都是不能用的，这是 3.0 里边我实现的一个功能。那我现在输入密码。好，那这个的话就是它加密完之后的，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和我之前那个加密后的那个串不一样。我之前那个 2.0 里边那些配置参数加密完的话，它还是一个对象，然后而且还多了一个什么验证参数。那在这一版里边，我就实在懒得做那些工作了，我就直接加密之后就是一个串。那这个串的话，就直接输进去，放到那个license 那个文件里边，然后就能被因为最终处理也是用的那个 WebAssembly 去处理的嘛，所以说我就简化了这一步的工作，我就直接是这么一个串。但是这个串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个等号你不要看到这个后边有个等号就觉得它是 Base64，也有可能是 RSA 加密的。说白了 RSA 也是最终用的 Base64，然后去输出的一个字符串。这个就是新版里边的一个配置参数，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比我们 2.0 要方便很多了。2.0 这两个配置参数早就看它很不爽了。好，这一节的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